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外电称乌克兰的新坦克部队开始成型，两大集团坦克比拼呢即将上演。2月5号，外电报道说，第一批乌军坦克学员抵达英国，接受挑战者2坦克的驾驶训练。英国军队提供专用的训练车给他们使用，这种训练车没有炮塔，上面呢装了一个透明的教官舱。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了第一辆豹 2A4 坦克，为了表示诚意加拿大动用 C-17 运输机，把这辆接近60吨重的大家伙直接空运到欧洲。更多的豹2坦克呢还在欧洲等待着送往乌克兰。外电表示豹2将成为乌军新坦克部队的支柱。此外呢，还有美国宣布的30辆埃布拉姆斯坦克。在西方的大力支持下，乌军的现代化坦克部队正在成型。2月5号，乌克兰国防部的推特官方账户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了乌军一个特巴4坦克车组的故事。叙事风格呢充满了好莱坞的煽情手法，但是其中处处埋下伏笔，诱导西方民众更加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埃布拉姆斯、豹2或挑战者2之类的坦克。看来演员出身的总统确实很善于搞宣传。视频呢用坦克车组的口述表示，乌克兰的坦克城哈尔科夫被战争严重的破坏，加上零部件的断货，已经很难正常生产了。但是特巴4上的热像仪是从法国进口的凯瑟琳。片中的坦克车长说，这种热像仪比俄罗斯的特90坦克的热像仪探测距离要远200-300米，这就是决胜的优势。坦克在战场上搜索前进，速度并不快，可能每秒不到10米。这样的话，特巴4就能提前20-30秒钟发现俄军的坦克，足够先行开火，先行命中了。凯瑟琳热像仪是法国专门研制的出口货，性能并不是很好。上面的3种西方援助的坦克热像仪的性能远远超过凯瑟琳，乌军得到以后必然会获得更加明显的态势感知优势，甚至可能提前1000米发现特90。俄军可能会挨了炮弹还不知道对手在哪里。视频中特意安排了一个细节，乌克兰的驾驶员说自己的坦克动力系统具备很大的优势，可以用每小时30多公里的速度高速倒车。他们有好几次都是前进到作战位置，开炮之后挂倒档高速撤退，让俄军无从反击。这个细节是给美国观众看的。美国军方在评论世界坦克的时候，往往给自己的埃布拉姆斯评高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埃布拉姆斯的燃气轮机和变速箱组合能够高速的倒车，具备显著的战术优势。于是这部坦克就塑造了乌克兰坦克部队的形象，那就是作战勇敢，却只能凭着旧坦克苦苦支撑。只要西方伸出援手，就能够改变战局。这第一批燃乌的西方坦克可能会按照北约的模式来编制。考虑到后勤维护的问题，推测M1A2 坦克可能会编成一个坦克营，豹2坦克可能会编成一个旅，英国的挑战者2只够一个连。然后由美国、德国和英国各自派出教官来进行培训。北约的教官是否有胆量亲自上阵组织乌克兰坦克部队的作战行动还不能确定，因为坦克不像海马斯火箭炮是要直接与俄军在短距离上对峙的。不过俄罗斯历来是大规模坦克战的强国，机械化作战的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当年苏联军队靠红色铁流打赢了卫国战争。如今现任的总参谋长兼乌克兰战场上的前敌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就是从坦克兵干起来的。所以即将到来的坦克对抗不仅仅是苏俄坦克与北约坦克的单车对抗，更是两大军事集团坦克作战理论的对抗。我们可以看看双方如何过招。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